未来的嫂子看上有钱的妹夫，居然通过表妹骗我出来吃饭，为了诱惑，不仅假装喝醉，迫使我送她回家，还在车上暗示家里没人，试图邀请我一起去楼上喝杯水，却不知他的所谓伎俩在我面前无所遁形。约叶枫出来吃饭，你要干嘛？什么我要干嘛？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厉害的，想多接触接触啊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来，这是你的衣服，拿好了，以后出去吃饭就穿上，特别显气质。谭菲菲下意识把衣服接了过来，连着那道嘴边的拒绝话语也说不出来了。你真没别的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就算他再年轻帅气多金，我也就见过一次而已。你想哪去了？那行吧，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，不过他愿不愿意出来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就以自己的名义约他，别提我啊。谭菲菲点了点头，就开始掏手机打电话。董云倩站在一边悄悄高兴起来。其实自从她上次约叶枫出来被王佳妮搅和后，她发了好多条微信，叶枫都没回，董云倩这才把主意打到了谭菲菲身上。果不其然，谭菲菲上当了。喂，菲菲啊，什么事？谭菲菲下意识看了眼董云倩。姐夫，上次酒吧的事情，我妈一直说让我请你吃顿饭，你看今天方不方便？吃饭啊？行，晚上几点？回头我带你姐和诺诺一块过去找你。你稍等一下，我看看。谭菲菲赶紧把话筒捂住，然后对董云倩低声道：姐夫说要带我姐和孩子一块来，他们一家三口来了多尴尬，就跟他说有私人的事情请他帮忙，当着你姐的面不方便。谭菲菲点了点头，这才拿起手机道：姐夫，我有点个人的事情想找你帮忙，当着我姐的面不好说，你看能不能咱们单独见一下？叶枫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才道：行，晚上几点？在哪？你回头给我发个微信。谭菲菲犹豫了下，还是补充了一句：好，到时候我还有个朋友，你别介意啊。这有什么好介意的？那就这样说了，我先帮你姐切水果，等见面再说。挂断电话后，谭菲菲长出了一口气，可董云倩还在埋怨：你跟他说我干嘛？就说你一个人不行吗？我不想撒谎啊，而且如果他真介意的话，就算到时候来了，也会立刻走，还不如提前说一声呢。再说了，他也没有拒绝啊。听说叶枫没有拒绝，董云倩这才放下心来，笑嘻嘻的道：行吧，那这次多谢你了，回头请你吃大餐。谭菲菲看出她心情很好，便提醒道：我姐和姐夫很恩爱的，你可别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啊。我能有什么想法？你都想哪去了？谭菲菲不知道的是，董云倩何止是有想法，就连锄头都磨好了，就差靠近那堵墙了。另一边，叶枫主动向唐仲威解释道：菲菲打电话要请我吃饭，说是为了上次酒吧的事情，另外说她朋友有事找我帮忙，你去了她觉得不太方便。唐仲威也没想那么多，估计是想请你帮忙找工作吧。他从小就没爹，脸皮薄，自尊心强，不想当我的面说也很正常。你去吧，晚上我和诺诺吃豆腐脑，这孩子嚷嚷好多天了。好，很快就到了下午5点，叶枫来到餐厅，就看到谭菲菲站在门口等待。你来这么早，没等多久吧？可谭菲菲竟还在东张西望。我也是刚到，我姐没来啊。不是你说她来了不方便吗？就没让她来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还非得见面说？谭菲菲下意识往餐厅里瞥了眼，其实也没啥大事，我们先进去吧，进去再说。好，叶枫点了点头。结果刚进餐厅，就看到了董云倩。叶枫微微一怔，谭菲菲连忙解释道：姐夫，这是我闺蜜董云倩，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，所以特意把她也带上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董云倩微笑着朝叶枫伸手道：肯定不会介意的，我们俩又不是没见过，都是一家人，对吧，妹夫？董云倩是特意喊妹夫的，虽然她从未想过和唐明海结婚，可她知道这种特定的称呼对很多男人都有一定的刺激感。看来谭菲菲这是被人当枪使了呀！董云倩实在是太有心机了。出于礼貌，叶枫还是伸手和董云倩握了下手。你不是有事情要我帮忙吗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当着谭菲菲的面，叶枫不好把话说得太难听，谭菲菲却有点慌。所谓的有事情要帮忙，只是一个托词，现在叶枫一问，她顿时卡壳了。董云倩见势不对，立马接过话来：叶哥，你别怪菲菲，其实就是我想和你多学习学习，所以特意拜托她帮忙的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就好，我保证不说二话。听到这话，谭菲菲心里很是感激，觉得董云倩真是个好闺蜜，够义气。叶枫哪里不明白董云倩这样的心机女，她呵呵一笑道：嫂子别这样说，你是大哥的女人，想见我直接说就是了，哪需要这么麻烦？我和唐明海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别喊我嫂子，搞得好像很生分一样。行吧，那你想见我又是有什么事呢？倒也没什么大事，我们坐下聊吧，正好也到饭点了。这里的特色菜是臭鳜鱼，据说很好吃，尝尝看。董云倩嘴上是在询问，可已经在招手喊服务员过来点菜了。她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。叶枫也不多言，随意地点了几个菜。要不咱们再点瓶酒吧？不了，我开车来的，不能喝酒。好吧，那我就和菲菲喝。菜很快就上齐了，董云倩竟异常热情地把菜夹到叶枫碗中。叶哥，尝尝这个，味道很不错的。叶哥，你知道你真的很特别吗？你的思维方式，你的决策能力，都让我感到很佩服。我想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董云倩对叶枫百般讨好的模样，连谭菲菲都觉得肉麻。她忽然感觉这个闺蜜肯定不是单纯只想和叶枫见面，但她又不能确定。等饭局结束后，董云倩和谭菲菲都喝得东倒西歪。倩倩好像喝得比我还多，走路都是歪的。姐夫，要不你帮忙，送她回去吧。行，我送她回去。那你呢？我打出租车吧。其实谭菲菲也可以坐叶枫的车，大不了多绕点路，但她就是想试试叶枫对董云倩有没有想法。行吧，那你小心点。谭菲菲很是意外，这平时和表姐看起来很恩爱的姐夫，竟然没有拒绝。
谭菲菲看着叶枫载着董云倩离开，很是不知所措。完了，如果姐夫真和未来表嫂发生了什么，那我岂不是罪魁祸首？有点后悔怎么办？要是我没答应倩倩的要求就好了。哎。此时在叶枫的车上，董云倩坐在后排，装作一副醉醺醺的样子道：“叶哥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？回你家。”董云倩痴痴地笑起来：“你要去吗？到时候上去喝杯水呗，我家就我自己住，没别人。”这话已经算得上是非常清晰的暗示了。一个喝醉了、样貌身材都不差的女人，有几个男人能拒绝？可惜叶枫根本不是一般人。喝水还是算了吧，我看你好像更喜欢吃人。董云倩还以为他在开玩笑。叶哥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吃人呢？是脱了吃，还是不脱就开始吃？叶枫丝毫不受他诱惑。行了，这里没别人，你就不用装醉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，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如果你想诱惑我，还是省省吧。董云倩脸上的笑容一僵，确实以她的酒量，一瓶白酒也未必会醉。叶枫的话让她心里顿觉无比失望，只是内心始终存在着一丝侥幸。叶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还是说你怕关系太近，你老婆知道呀？叶枫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不怕谁知道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。不管你以后和唐明海关系怎么样，反正我是不会和你有任何特殊关系的。”董云倩听得脸色有些难看，叶枫的拒绝如此直接，她感觉若是自己再诱惑下去，都没脸见人了。行了，你的小区到了，你自己进去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还有，以后没事别喊我出来，我很忙，没那么多闲工夫。董云倩气得直咬牙，我就那么没吸引力吗？你老婆比我好在哪？哪都比你好。董云倩还想做最后的挣扎。叶哥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你肯定是误会我了。叶枫呵呵笑了一声，行了，回家去吧，你的微信我删了，以后别再加了。董云倩气得满脸通红，咬牙切齿，却又不敢对叶枫做什么非分之举，毕竟眼前这个男人身家过亿，给他10个胆子也不敢招惹。董云倩下了车后还得陪着笑脸，弯腰道：“那叶哥，你回去路上注意安全。”叶枫根本不搭理他，直接开车走了。董云倩一脸愤怒，这才不情不愿地进了小区。小区的门卫看着这一幕，脸上笑开了花。现在的女人啊，还真是深不可测。董云倩进了小区没多久，唐明海也过来了，他给门卫递了几根烟，问：“倩倩回来没有？”又是你啊，刚回来没多大会，你来没跟她说啊？打她电话没人接，不知道忙什么去了。行了，那谢谢你，我先进去了。等一下，别说老哥没提醒你，你这个女朋友可不简单啊。刚才我看见她从一辆奥迪 A8 上下来的，跟那个男的还很亲热的样子，你可得注意点。这女人啊，越漂亮越不安分，得自己长点心眼。